料子软不软，飞边多不多，到底用的是不是赛钢，这东西值不值199，和某月怎么选，所有问题我来解答。Hello， 各位观众老爷们，大家好啊！欢迎收看本期的混世魔玩，我是合金骨架教父磊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沃尔夫科技即将发售的巴巴托斯天狼座帝王形态，简称狼王。对于这个造型，我是有怨念的。早在前几年，我就一直想要拥有一个这个造型的狼王，但是我又很明确的知道 GK 键我是肯定做不了的。好在终于等到了它。从上周天晚上开始直播，场场进场人数过万，足以见得这款模型的热度。大家讨论的话题也很多，什么值不值199了，料子软不软了，买哪个了，等等等等。那本期视频呢，我就给大家一一解答。兄弟们多多一键3连，支持 UP 更好的作品了。说起狼王，大家都知道，但是狼王是怎么来的呢？这还得从铁花团讨伐mobile armor 开始说起。那么这个 mobile armor MA 呢，是恶战纪时代的大型对人杀戮兵器，只要不死，随时都能自主开采矿物，对自身进行修复，设定是非常的逆天。最后被3日月驾驶的天狼座击杀，后来使用它的部分零件改装出了狼王帝王形态。狼王这个设定就是这么来的。那这款狼王属于预组装合金骨架外加拼装外甲的类型。这次的骨架采用的是赛钢加合金的形式，大块零件用螺丝固定，所以涉及到拆换都是没有问题的。确实也有朋友在直播间问过是不是赛钢的问题，这个问题呢是魔友给它喷漆成功了。那一般的赛钢呢，它是不容易上漆的。那它到底用的是不是赛钢？玩过之后呢，我可以肯定确实是赛钢，而且是质量很不错的赛钢。这玩意儿如果不是赛钢，我直播日电风扇。这套骨架可以说是兼顾了造型和功能性，外露部分有着丰富的细节，像液压杆、电缆这些都有刻画，也都采用了金属材质。合金主要集中在下半身，上半身则主要集中在受力部分，像是巨大的小臂采用了赛钢材质，关节非常紧，重量集中在下盘。可以说在设计之初，设计者就是带着目的去设计，他的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单手举锤。稳定的下盘加上梆硬的关节，再加上轻量化的手臂，这几点才确保了单手举锤这个事儿成为了现实。我觉得市面上的模型能做到这一点的确实不多见。骨架中间是驾驶舱，不过拍的时候掉下来了，我没注意。驾驶舱里边有安装小人的卡槽，不过没有附带小人。还有一个一般人不太容易注意到的点，就是它的关节处理。它采用的是实心装加卡槽的形式，而非偷胶装。
透胶装摩擦力大，易于关节支撑，像是极限状态下不够结实，容易断，而且对于赛钢关节的摩擦压力是比较大的，时间久了就更容易松。这种实心装基本是不需要担心断的问题了，但是一般来说这种摩擦力不够也容易松，所以沃尔夫加粗了这个关节来增加摩擦力，中间的锁扣防止关节脱出，细节方面的把控堪称完美。虽说有成型的合金骨架，这台模型的大版依旧达到了20多版，小版我没数也是不少，零件数量属于比较多呢。外甲表面俯瞰刀削般的锐利，这个锐利倒不是说它有多刺，而是说它的表面规整度、细腻程度、刻线的清晰度。这里我打个灯光，大家在强光下就能看得更清楚了。不过话说回来，一些位置确实是挺刺儿的。飞边的话，我通膜拼下来只有一处，在腿部一个很不起眼的位置有一点，就是这个口里，其他的没发现。关于外甲软不软，我觉得不软，倒是没有研究过它是什么材质的问题。我感觉这问题跟讨论高高是不是真电镀一样无聊，你管它是不是真电镀，效果好不就完了。这个料子的软硬程度在我用来呢，就跟平时拼到的一般模型没啥区别，属于不提你察觉不到的程度。它的强度不光没有什么问题，而且是属于非常抗造的类型。这里3种主要颜色我们取流道来做个测试。这样对它的材料表现大家应该就比较直观了。外甲基本都是隐藏水口，少量外露水口也都不太明显，很多都会被零件所遮盖，所以想拿来做板喷是没什么问题。组装过程中呢，也确实遇到了4、5个零件是偏松的，主要是在背包和尾巴部分，不是自己掉的那种松，是用手往下拆的那种松，公差不大。天线也不算非常紧，介意的话可以适当胶水加厚，这都小意思。拼装手感方面呢，绝大多数的零件表现丝滑，少数零件需要用力。形容的话，如果常玩大班，那这个拼装手感可以称得上是上乘。如果常玩带子，那个别零件会偏紧，就是这样。顺便吐槽一下，胸口这里有点抠手，下边这个刺大家在安装的时候要注意一下。还有就是值不值199的问题，巧的是苏帕翻模的 MG 巴巴托斯第4形态出来了，价格是69。原本我是打算搞一套点场骨架来做评测的，结果没货了。那按照一套铁骨100到140来看的话，苏帕加铁骨起码也是个169往上，更别说翻模的表面质感问题以及适配铁骨的修建问题。这么算下来的话，大家觉得值不值199？而且我觉得现在该讨论的不是值不值199的问题，而是你能不能买得到的问题。沃尔夫这款在 PDD 爆单已经很久了，现在基本很难原价预定到第一批。然后是和某月的选择问题，某月听说是纯赛钢骨架，那它注定了跟这款就不是一个级别的东西。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前几天呢，我收拾出了卡飞，本来我是打算把它扔掉的，因为骨架关节软趴趴，自立都费劲。后来对象不舍得，我就花了80块钱买了套 EW 的铁骨给它装上了，只能说稳如老狗。如果没有合金骨架，用赛钢的话，关节结实程度还是有保障的。但是狼王25厘米这么大的体型，加上细腰，可以预见的，拿在手上肯定会乱晃，更别说单手举锤了，胳膊举起来本体也得倒。所以说从本质上，这俩就不是一个级别的东西。
而且某月后背还有阉割，把液压杆换成了龙虾背，反正这玩意儿装上背包他也看不见，是不是？别闹，赶紧给我换回来。试月的预定价是169，沃尔夫定价199。如果是你会不会愿意加30块钱换多一套铁骨呢？是不是？那他俩到底该选哪个？这个也不是我们这些成年人该考虑的问题，小孩才做选择，我他妈全都要。问题解答完了，咱们来看一下模型。模型高度是25厘米，属于中大型 MG 的尺寸，有铁骨的加持，重量方面也很不错。这款狼王它的造型是非常壮硕的，跟星星臂放在一起呢，毫无违和感。总体风格是比较干净利索的，像是腿部这些位置都采用了大的块面转折，加上部分尖刺造型，看起来还是很有攻击性的。不过它这个刺呢，确实也不算多，还达不到魔动盒的那个程度。那巴巴托斯肯定还是要玩一下液压杆的，这套骨架在结构方面一定程度借鉴了 MG 巴巴托斯的骨架，像是后背、肩膀、手肘、腿部、腰部都有着液压联动机构，细节也比较丰富，玩起来很带感。脸看起来也是很凶的，天线给了双份，普通天线和特效天线各一个。实际上特效天线不装特效键也可以，所以普通天线作为备用键就好。特效键采用了软胶材质，这就很舒服，不需要担心它断了。眼睛这里通过透明键镂空分色实现，可以透光。天线又是直接摁在眼睛上，所以这里如果加个灯，加上特效键，可能会有不同的效果。腰部这里呢进行了增高，更加还原剧中的造型。现在再看看，这是个什么玩意儿？这是个，哎呀！肩胛这里是大家比较担心的点 ，C 扣的设置耐不耐用？这里没啥问题，本身这里装的时候呢就很抠手，装上之后呢也是比较难拆下来的，而且我一开始还给装反了，暴力拔下再装上，也没有变得很松，而且这里也不涉及承重，所以说问题不大。手臂这里几个大的关节呢都是非常紧的，掰的时候还是要用点劲儿。也有兄弟会担心手肘关节看起来比较细，会不会断？其实这个关节它并不细，它只是跟非常粗的胳膊一比，显得比较细，所以说断的问题基本上不太用担心。小臂部分的初始状态是金属撞钉，通过拆装就可以换上锤刃或者是臂炮。锤刃额外给了2个，所以就不需要担心这里装上了大锤就不完整的问题。大锤本身上面的2片呢也可以拆下，尺寸也是非常巨大，细节也挺丰富。握杆是塑料的，不过挺粗，上面有可活动的卡榫，正常握持状态下是不会因为重量变形的。不过头上没有撞钉的设计会有点可惜。可动手方面是无指可动的设计，爪子很尖锐，手掌中部有个卡槽。其实握持大锤主要是靠它，不过评测件的不算非常紧，所以这里我是少量抹了胶水，加厚了一下，就会非常稳固。手腕部分是赛钢替换件，很粗很结实，支持外摆内收，还带有一对替换的爪子。这个特效件的颜色大货部分会加深，手腕关节也是赛钢的，很难装，我建议还是先放热水泡一下会比较好安装。胯部这里紧实度都可以，前裙甲要是松的话，看一下是不是没按压到位。胯部本身支持一段侧向可动。腿部这里呢，整体看上去还是比较协调的，但是单看的话，它是真的很粗，也是这款狼王最精彩的部分。
膝盖两侧以及后方的装甲具备一定的可动，后方这块在屈膝时要注意提前打开让位。比较美中不足的呢，是因为腿过于粗壮，加上前裙甲的干涉，这款狼王的前踢角度就比较有限了。在大腿根部提供了一段下拉关节，可以提升一些踢腿角度。脚部这里有着多段可动，前后左右的接地都相当不错，脚腕这里也是非常紧的，掰的时候还是得捏住中心的位置，会比较好掰。背包部分由原来的方形改为了细长形，两侧可以替换带太刀的造型。附带了2把太刀，细节和造型都在线。不过我和3日月一样，不太喜欢太刀，巴巴托斯还是要拿锤子才带感。尾巴支持上下可动，拔出可以通过铁丝实现剧中样式。这根电线也是很粗，质量很好。很多兄弟觉得这个电线太短了，想搞个长一点的。这里我也了解了一下，这个电线选择 1.5 平方的硬芯包胶铜线就可以了，按照这个型号去买就行。最后就是地台了，这次提供了一个很巨大的地台，以及很长很硬的蛇管，确实是有点太长了。前面提供了很多孔位，不用的时候有遮挡件，遮挡件做的也很细节，每个上面都有俩小点，这样隔出空隙就很容易拿出来了。细节全是细节。把后裙甲拆下，把卡榫摁进去就可以使用了。稳是真的稳，长也是真的长。这里大家如果觉得长的话，也可以用这种冰人附带的短管也能用。纸品方面附带了水贴和铝箔贴纸，评测件阶段用的是电子说明书，大货版本会附带纸质说明书。那看到这儿，问题解答的就差不多了。这款沃尔夫狼王咱也算是看完了。总的来说呢，非常优秀的一款产品，骨架、外甲、细节，再加上199的售价，基本上是稳稳的第一梯队，没啥大问题。只要你还能买到，那就无脑冲就完了，属于买了肯定不会后悔的类型。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喜欢视频的兄弟一定一键3连加关注，支持一波。我是磊叔，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拜。